我叫黑竹，今年28岁，住在台北市大同区。5年前的那个夏天，改变了我的一生。那时我和女友小文刚交往没多久，她是个很迷信的人，对各种禁忌、宗教仪式特别有兴趣，常常在网络上看都市传说、灵异怪谈。她的手机里收藏了无数诡异的影片和讨论串，甚至会在深夜拉着我一起看那些让人毛骨悚然的 YouTube 频道。业余者小文的迷信起来有自，她曾经被前男友劈腿，对爱情充满不安，总说想要一段永远不会背叛的感情。她妈妈年轻时也信佛拜神，家里供奉着各式神像。小文说，她从小就相信这世界上有看不见的东西，她甚至曾经偷偷去找过算命师、塔罗老师，想知道自己能不能遇到真爱。我们的感情一开始很甜蜜，小文很黏我，常常传讯息问我在做什么，会突然跑来我家给我惊喜。他最喜欢牵着我的手对我说只要2个人心意相通，什么困难都能一起度过。那时候的他笑起来像个孩子，眼里全是对未来的憧憬。直到有一天晚上，他神神秘秘地跟我说，他在网拍上看到一个许愿谷的仪式。他说这种古罐是泰国某位师傅亲自加持，网络评价全是不错的感谢留言。有人说愿望真的实现了，也有人说做完后没啥事发生。他还特别强调，如果2个人一起做，效果会更强，还能保证感情长久。你相信吗？他问我，眼神里带着一丝期待。我本来觉得这种东西很无聊，但他说得一脸认真，还说这是他为了我们的未来努力。我那时年轻，所以就没想太多，就答应了。我们选在8月的某个晚上，地点是台北偏乡的一座废弃的土地公庙，那里早就没人拜，杂草丛生，晚上更是阴森得要命。小文准备了一些贡品，3碗白饭、鸡蛋、香蜡烛，还有一个用红布包着的小罐子。他说那是古罐，里面装着他从网络上买来的小鬼古种，还附有一张泰文符咒和一撮不知名的黑发。这个罐子真的有用吗？我问。网络上说这是泰国一个很有名的师傅做的，很多人都说灵验。他语气里带着一点不安，但更多的是期待，只要我们诚心诚意，愿望一定会实现。我们按照网络上的步骤，把贡品摆好，点香烧纸钱，然后念了一段咒语。小文把古罐放在香炉前，嘴里念着奇怪的话，说要请小鬼来帮我们实现愿望。他的声音在黑夜里特别诡异，像是被什么东西附身一样。那一刻，我第一次感觉到背脊发凉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说不出的压迫感。仪式最后一步是要把古罐埋在庙后的老树下，7天后再来还愿，否则小鬼会生气，带来厄运。小文一边埋一边低声念着泰文咒语，动作异常虔诚。我问他，你真的相信这些吗？他抬头看着我，眼神里有种说不出的执着。我只想我们能一直在一起，不要像以前那样被别人抛弃。回家后的几天，我们的生活开始出现奇怪的变化。第1天晚上，小文还是很开心，说觉得我们的感情一定会更好。他主动煮了晚餐，还贴心地帮我按摩。那晚，他靠在我肩膀上轻声说，你会一直陪我吧？我笑着点头，心里却有点不安。第2天，小文说他梦到一个小孩，脸色苍白，眼睛黑得看不清，站在床边看着他。他醒来时浑身发抖，说梦里那小孩一直叫他名字。他开始变得有点焦虑，时不时回头张望，像是怕什么东西跟着他。第3天，我们家里的灯开始莫名其妙闪烁，手机闹钟会在凌晨3点自动响起。小文的情绪变得不稳，会突然发脾气，然后又抱着我哭。他说觉得有人在房间里走动，晚上总是睡不好。第4天凌晨，我发现自己竟然梦游到客厅，嘴里喃喃自语，对着空气说话。小文则在第5天突然短暂失明，双眼一片漆黑，
吓得他大哭。他说那一刻，他看到一个满脸泥巴的小孩站在他面前，伸手要抓他。他开始害怕，甚至不敢一个人待在房间里。第6天晚上，小文整个人像换了一个人，他不再主动靠近我，反而一直躲在角落，双手抱膝，眼神呆滞。他说他听到窗外有小孩的笑声，还有细细碎碎的脚步声在走廊上徘徊。我试着安慰他，却发现自己也开始听到那些诡异的声音。那一夜，我们几乎没合眼，心里只盼着第7天快点到来。第7天终于到了。那天晚上，台北下着大雨，带着阵阵雷声。小文坚持要去庙里还愿，说这是最后一步，只要完成就没事了。于是我开着车带着小文去还愿。抵达地点时，我们冒着大雨走进那座废弃庙宇。庙里比上次更阴冷，空气里弥漫着一股腐烂的味道，墙上斑驳的神像在闪电下显得格外诡异。地上积着一层积水，踩下去发出黏腻的声响。小文拿出准备好的贡品，点香烧纸，然后挖出埋在树下的古罐。他打开罐子，里面竟然多了一撮黑色的头发和一张皱巴巴的小纸条，上面写着“还愿”。那字迹微些扭曲，像是小孩用力刻出来的。小文脸色瞬间惨白，手开始发抖。他说这不是他放进去的东西。就在这时，四周的空气突然变得异常沉重，像是有什么东西在黑暗中盯着我们。突然一阵冷风吹过，蜡烛全灭了。黑暗中，我听到有人在我们身边讲话，声音细细碎碎，像是很多小孩在耳边窃窃私语。小文开始哭，说他看到那个小孩了，就站在树下，脸上全是泥巴和血。我吓得拉着他就跑，却发现怎么也跑不出这个区域。四周的空间像是被无形的墙壁困住，无论怎么走都回到原点。小文突然倒在地上，开始抽搐，嘴里不断重复还愿还愿。我跪在他身边，双手发抖地摇着他的肩膀。小文的眼白翻起，嘴角流出黑色的液体，他的指甲深深掐进自己的手臂，像是正在承受某种难以忍受的痛苦。拜托，放过他！我哽咽着，不知道是在对谁说话，只是本能的祈求。忽然间，一声尖锐的童声在我耳边响起，那声音不是喊叫，而像是在笑，那种发自喉咙深处毫无情感的小孩笑声。你们骗人！我猛地回头，一道矮小的黑影立在庙门前，模糊的轮廓像是浸湿的人影，脸上糊满了泥泞，看不清五官，只露出2个深不见底的黑洞。我想冲过去，把小文背起来逃，但脚却像被什么抓住一样动弹不得。接着我看到那个小孩一步一步地靠近，他就这样缓缓地来到小文面前，蹲下身，轻轻用手指碰了碰他的脸。小文的抽搐忽然停止了，像是机器断电一样，整个人僵硬不动。下一秒，他的嘴巴大大的张开，一口黑烟从他喉咙深处喷出，直直吸入那个小孩的脸中。黑影吸饱之后，慢慢抬起头看向我。我不知道哪来的勇气，转身抱起小文就往外跑。这次，我们居然冲出去了。雷声在身后不断地响起，我回头望了一眼，那座庙宇在雨中慢慢模糊，仿佛被黑雾吞噬。那个小孩的身影最后一刻还站在庙门内，脸上带着诡异的笑容，静静看着我们离去。我们逃回了市区。小文昏迷了整整2天，醒来时他的眼神空洞，像失去了灵魂一样。他妈妈说我们撞邪了，立刻带着小文搬去南部外婆家，说那边有老法师可以处理。几周后，我试图联系小文，但我却怎么都找不到人。事情过去5年了，我一直没再去过那附近，但每隔一段时间，我都会梦到那个小孩，还有小文苍白的脸。梦里，他们站在庙门口，对我招手，嘴里重复着那句话：还愿，还愿。有时候，我会在深夜听到窗外有小孩的笑声，还有熟悉的脚步声在走廊上徘徊。甚至有一天回家，
发现地板上多了一串脚印，一直延伸到我的房门口。最诡异的是，有一次我去便利商店买东西，正当我结账时，店员突然皱起眉，一脸困惑地问我：先生，你刚刚牵着的那个女生呢？我愣了一下，心里有些发毛，抬头看向监视器荧幕，画面里自动门开了2次，却从头到尾只有我一个人的身影。那一刻我才意识到，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些禁忌不能碰。网络上的都市传说，那些古老的宗教仪式，不是拿来开玩笑的，因为你永远不会知道，当你打开那扇门的瞬间，迎接你的会是谁，或者是什么。